一块铁片悬浮在地面上，女人好奇的伸手去捡，可下一秒，她直接从30楼瞬移到了1楼摔死，周围人都惊呆了，因为楼层根本没一点损伤。很快，联邦探员们赶到，经过检查，这里放射水平严重超标，直到科研人员用专业设备降频后，碎片才落到了地上。紧接着，他们还小心翼翼地将铁片密封保存。探员黑妹看到事发时的监控，感觉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很快，一起更奇怪的事件又发生了。俄亥俄州的公路上，母亲正带着儿子自驾游，突然她的眼睛开始渗血，母亲立刻向儿子呼救，可男孩却仿佛没听见，继续低头玩玩具。等女人没呼吸后，男孩这才淡定地拉开车门，熟练地把母亲尸体拖出车外。诡异的是，尸体竟悬在空中，然后朝一个方向飘走。等黑妹和白哥赶到时，尸体距离事发地足有10公里。白哥初步检测后，觉得是风把女人带到了这里，可黑妹却觉得没这么简单，因为她发现女尸前进的方向和风向不一致。白哥闻言立刻扯掉挂住尸体的铁丝，女尸开始继续朝另一个方向飘走。几人见状赶紧跟上，不多时他们惊呆了，一个龙卷风出现在他们面前，几具尸体在风中上下翻飞，像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众人将这些尸体带回实验室，可在检查过程中，一具尸体竟睁开了眼睛，四处望了一转后又快速闭上。经过检测，原来几人脉搏、心脏虽然停止跳动，可他们的脑细胞却高度活跃，能感知到外界，只是没法做出回应。而他们身体的生机现在也都在慢慢流失，像是被什么东西隔空吸收，这很可能与碎片有关。很快，白哥收到消息，事发当天女人车上还有个男孩，但实际上女人还是单身。通过给这些尸体的家人发消息，他们发现有一户没有回应，两人急忙赶到这户人家中调查，房子内空无一人，但在墙上的照片中，他们发现了监控中的男孩，但这家人的小孩怎么到了不认识女人的车上？两人感觉真相可能和男孩有关，而男孩似乎还有个姐姐。紧接着，白哥在门外发现一具浮尸，是男孩的母亲。随着深入调查，白哥又在房子旁边发现了一大块残骸，只见周围的物体全都漂浮在残骸周围。白哥拿出监测仪器，发现这里辐射水平已经严重超标，他赶紧制止想靠近的黑妹，因为之前也有一块这么大的残骸，直接把一个小型湖泊给蒸干了。通知科研人员后，两人和男孩姐姐也取得了联系。令人更加吃惊的消息传来，姐姐说自己弟弟7个月前就因车祸去世，事后还进行了火化。两人难以置信地找到姐姐，通过询问，两人又发现了可疑之处。母亲死前曾给他打过电话，欣喜若狂地说小男孩回来了，要他也回家给弟弟接风。可过了2天，母亲又给他打电话，坚持不让他回来。事情越发诡异，黑妹不死心，一个人来到残骸旁找线索。在冒险的将手伸向碎片时，他竟一下子看见了死去母亲的身影。原来碎片能唤醒每个人内心最思念的人。他赶紧将这一发现告诉白哥，两人有了推测，肯定是男孩母亲也接触过残骸。由于对儿子太思念，所以残骸把他孩子具象了出来。但男孩生存需要人的生机，所以在榨干父母后，他只能不断的去找其他人。男孩的母亲正是发现了这一点，才不要姐姐回家。但到哪里去找到这个男孩？黑妹突然发现，之前尸体旋风的位置刚好就是小男孩的车祸地点，所以他肯定会带每个受害者重复自己死亡当天的经历。而另一边，小男孩也找到了新的目标，在短暂的接触后，陌生女人成了他的妈妈，继续在之前的公路上行驶着。女人为小男孩在便利店买糖，可这时白哥阻止了他，告诉他车里的不是他孩子。而黑妹则来到车外，质问男孩到底是谁。但紧接着他开始呼吸困难，还慢慢不受控制地抓住了男孩的手。与此同时，屋内女人的眼角也开始流血，紧接着她也陷入假死，漂浮在地面上。等白哥冲到屋外，黑妹和小孩已经不见了。这时白哥想起黑妹的话，于是赶紧把男孩的姐姐叫了过来，因为男孩是他母亲极度悲伤时碰到残骸制造出来的，所以只要他唤醒了自己母亲，男孩也会消散。姐姐闻言开始悲伤地诉说对母亲的思念，要母亲不要一直在弟弟死去的悲痛中，她和爸爸也非常需要母亲。姐姐的话果然起了作用，母亲的眼角竟然流出了眼泪。下一秒，母亲睁开了眼，紧接着所有人也醒了过来。黑妹呆呆地站在路边，小男孩消失了。可白哥和黑妹两人还没有休息几天，一个小镇又发生了怪事，前方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块类似磨砂玻璃的2维平面，妹子被惊呆了，她小心翼翼地靠近，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她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可石头直接穿到了后面的地上。妹子想再走近一点观察，突然一只手拍到了平面上，紧接着里面出现了数道人影。联邦探员黑妹和白哥迅速赶到，但这里已经恢复了正常，他们只能看当时的录像，发现里面的人似乎想出来，现场的辐射一切正常。黑妹翻阅资料时，突然设备检测到了人声。紧接着，现场的其他人员也听到了这段语音，里面的人竟说自己看见了他们营地的光，也就是说2维平面依然在这里，只是他们现在看不见。就在这时，2维平面再次出现，通过调试声音频率，黑妹成功和里面的人开始对话。紧接着，她得到一个惊人消息，对方是2019年消失的高中生Nico。黑妹问他能不能看见他旁边的人，Nico却说自己是独自一人，
黑妹还想问点什么，可电磁场却突然剧烈波动起来，紧接着二维平面再次消失。科研人员告诉两人，他发现当妮蔻情绪越激动时，信号越稳定。两人于是找来了妮蔻的父亲白鸽，告诉妮蔻父亲，他的女儿还活着，只是误入了二维平面，现在要他来，就是希望妮蔻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变得激动，更有利于他们找出救人的方法。几人说话间，二维平面再次出现，父亲在黑妹两人指引下提问，妮蔻这次竟说自己能看见父亲，还说自己已经被困了好几个小时。黑妹和白鸽惊呆了，明明已经过去了20年，为什么妮蔻只感觉过了几个小时呢？科研人员解释，不同的维度时间也不一样，但现在妮蔻能和我们同步对话，这说明周围一定有东西在影响二维平面，让我们摆脱了时间的约束。果然，在对周围绝地势搜索后，在平面200米处，他们找到一块神秘残骸，这里辐射水平严重超标，但他们却不是第一个来这里，有人已经提前抵达。但诡异的是，两人搜查一番后，并没有发现其他人，但当下还是救人最重要。科研人员评估后发现，这是一块宇宙飞船的碎片，功能可能是穿越宇宙维度，目前还处于运作状态，所以导致了二维平面的出现。紧接着，众人还找到了另一块飞船残片，但这块残片已经没有能量了。众人赶紧将残片带到了场地附近，注入电磁能量，再通过不断的调试，二维平面再次出现，并且随着残片的移动，二维平面竟变成了3维空间。大家已经能看清里面妮蔻的身影。黑妹要妮蔻走出来，可奇怪的是她还是出不来。更糟糕的是，3维空间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正在急速坍塌。黑妹想到，既然碎片能破开宇宙维度，那么将另一块残片放入其中，是否能打开妮蔻的空间呢？果不其然，碎片一放入，小空间就开始破裂，妮蔻成功将手穿了过来。黑妹见此，一把将她拽出来。众人成功了，不只是妮蔻，历史上所有进入2维平面的人里都全部出现。可黑妹和白鸽还没休息2天，又一处超自然现象发生了。这是一块能改变大气的外星残片，因为它的出现，大气由氧气慢慢变成了氯气。最先发现这个变化的是小胖，他发现密封炉内的火突然熄灭，紧接着他开始剧烈咳嗽了起来，逐渐感觉呼吸不顺。他走到窗边想透口气，却发现外面竟在下一种灰色的怪雨，而居民们仿佛都很害怕。不信邪的小胖好奇地走到屋外，他发现雨水中好像含有其他物质。继续往前走，他惊讶地发现，本来绿油油的植物现在已经全部枯死，而衰败的玉米杆上竟长出了自己从没看过的花。更诡异的是，小胖穿过玉米地后才发现，怪雨只在小镇范围下，外界依然阳光明媚。可他还没来得及弄清原因，下一秒他就面露惊恐，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几番挣扎后，小胖直接西北，而大雨仿佛有腐蚀性，小胖的皮肤开始快速腐烂。联邦探员得知消息，快速前往，远远他就看见了被乌云笼罩下的小镇。来到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小镇里面的通讯设备已经全部失效，而死者们死因初步判断是缺氧，也就是说小镇大气遭遇了改变。但诡异的是，似乎这种变化只出现在小镇内，并未影响外界。黑妹和白鸽穿上防护服，小心翼翼地进入怪雨中。经过探测，他们发现这里环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甚至连光线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两人也发现了大量的变异花朵，决定带回去研究。继续前进，两人进入了小镇的温室大棚里。他们发现这里的植物没有枯死，紧接着他们还发现了躲在这里的幸存者。幸存者们见两人来都很激动，想要跟着两人出去，但白鸽制止了，他要众人暂时待在这里，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搞清状况。两人决定分开行动，白鸽继续探查，而黑妹则将变异植物带回去分析。很快研究结果出来了，变异花朵是外星植物，它们光合作用产生的是氯气，看来肯定是小镇里存在的外星残骸造成的。果然，经过搜寻，白鸽在小镇云层的最下方发现了一块外星飞船的残骸，残骸还在运作，它就是小镇大气环境改变的罪魁祸首。现在只要把它降频处理，小镇就能恢复正常的环境。但科研人员却说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幸存者们已经发生了变异，他们的红细胞只能携带氯气而不是氧气，换句话说，他们已经不再适合地球的环境，一吸入氧气就会死。而这时白鸽也收到了个坏消息，小镇上方的云层开始向周边扩散，他们必须立刻将残骸降频。白鸽决定放弃小镇内的小部分人，但黑妹却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但现在不立刻处理就会有更多人死亡。危急时刻，黑妹想到之前他们处理过代号489的外星残骸，能使人进入假死状态，她想用这个残骸将小镇居民全部封刻，等以后科技水平达到再来解救他们。她的意见很快被批准，489残骸被科研人员送了进去。随着电磁能量的注入，残骸发动了能力，下一秒所有幸存者都被一层神秘力量包围，一动不动，像是被按上了暂停键。但生命仪器检测他们依然完整。紧接着，科研人员对小镇残骸进行了降温，
小镇危机终于解决。可白哥和黑妹还没休息2天，又一起超自然现象又发生了。众所周知，空间虫洞只是概念，连爱因斯坦也曾说人类不可能实现，但没想到这一奇迹，美国的大山竟亲身经历了一把。这天他坐公交上班时，正想和一个妹子搭讪，突然整个车内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紧接着所有乘客瞬间失聪，任何声音都听不见，妹子也只能看见大山嘴在动。而下一秒，公路上竟凭空出现了一个人。车子直接开了进去，几乎同一时间，车子就从墨西哥小镇的上空穿了下来。但是车子在落下时被摔成了2个，车内人员也因此全部丧生。但大山却侥幸的活了下来，艰难的爬出车厢，他才发现前方正站着一个黑衣人，显然是早早在此等候。不多时，联邦探员们赶到了这里。根据情报显示，这辆车只用了1秒就从美国到了墨西哥，而科研人员在空气中检测到了大量残留的电子，所以初步推测是某种强大能量改变了时空拓扑所致。简单说就是两地打开了一个虫洞，而拥有这种能力的只有外星残骸。同时，他们也发现了爬出车厢的大山，但大山已经被人一枪击毙，而头皮也被挖掉了一块。白哥和黑妹推测这件事一定有某个势力的参与，是他们在试验外星残骸的能力。两人来到公交车消失的地方调查，突然诡异声音再次响起。白哥和黑妹迅速环顾四周，想找出声源位置，可科研妹却说这次声音的辐射范围是整个城市，但突然诡异声波消失了。黑妹觉得这次肯定是神秘组织在调试，对方想制造一个超级虫洞，把整个波士顿全吸进去，阻止对方刻不容缓。晚上黑妹翻阅资料时发现，在俄罗斯一起类似的虫洞案件中，事发现场有2台互相对着的挖掘机，而且挖斗都伸开着。这时黑妹突然想到什么，赶紧打开地图，果然在公交车事发地两边各有一根电塔，这说明要开启虫洞，两边必须有钢制导电杆，而诡异声波正是虫洞开启前残骸充电的声音。如果对方想让整个波士顿消失，那么必须要有2个非常巨大的金属建筑，而城市里最好的选择便是外部都是金属的帕克大厦和莱克大厦。两人立刻分头行动，果不其然，白哥在帕克大厦顶楼发现了附在上面的残骸，他赶紧通知科研人员来处理，可科研人员半路上却遭到神秘组织的伏击，幸好白哥收到消息及时赶到才解决两人。与此同时，黑妹也遇到了麻烦，她的同伴全部失去了战斗力，但黑妹还是英勇地追了下去。与此同时，黑妹的对手神秘组织的胡子哥和科技男正在夺路狂逃，这时胡子哥交给科技男一颗透明药丸，说自己去拖住黑妹，他去重新启动残骸激活黑洞。说完后，他冲去对着黑妹开了几枪，黑妹成功被他带偏。等他离开大楼后，科技男立刻吞下药丸，只见下一秒他就又回到了大楼内部，重新安装好残骸，再注入电磁能量，瞬间白哥这边的残骸也有了反应。诡异声波也再次出现，这时中枪的科研妹忍住疼痛，指挥白哥操作降频设备，但声波作用下白哥听不见他的话，只能凭感觉胡乱操作一通。没想到的是，白哥竟然全都蒙对了，残骸停止了运作，他成功拯救了城市，而追出去的黑妹也顺利抓到了胡子哥。可黑妹和白哥还没休息2天，一起超自然事件又发生了。科研人员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尸体周围悬浮着许多细小颗粒，当电子设备一靠近就可以无线充电，看得科研人员都想抱一具回家。而小屋内这样的充电宝共有3具，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千年干尸其实才死亡1天，他们的生命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快速吸走一样，能造成这一切的只有外星飞船残骸。可尸体主人的平均年龄高达90岁，连走路都困难的他们，谁又会想要他们的生命力？由于小屋周围没有监控，白哥和黑妹都一筹莫展。这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又有2名老人失踪了，两人立刻前往调查。在路上，黑妹翻看当地警方提供的监控，发现2名老人失踪前都与一对小情侣有关，但从画面上看，老人们都是自愿跟他们走的。随后在老人失踪地不远处，两人发现了一辆汽车，车上也有超高的辐射，并且有很多老人的衣服，看来这就是嫌疑人的车。白哥决定在这辆车上守株待兔。与此同时，又有一个老人被一群年轻人带着来到了森林深处，只见小帅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外星残骸，他告诉老人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报警残骸。老人接过残骸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残骸上微微发出红光，紧接着老人直接回到了18岁的样子，他不可思议的用手触摸自己的脸，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小帅就告诉他以后不能离开这个残骸，一旦离开超过500米就会直接死去。这时小帅发现车子传来报警声，便要2个小弟去查看，两人过去刚好落入了白哥的怀里，白哥一个飞扑直接按倒了，而黑妹追的人却因为离残骸距离不远，瞬间变成了一具干尸。而小帅也听到了小弟们的呼喊，他要才变年轻的老人老黑赶紧跟他走，可老黑还沉浸在变年轻的喜悦中，没有反应过来，被其他联邦探员拿下。小帅带着妻子一路狂逃，但妻子小美却停了下来，因为再跑下去，其他小弟肯定会死。两人留在了附近。小帅拨通了白哥的电话，他要白哥放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让快死的老人们再多活一次。而白哥也查清楚，小帅和小美是对老年夫妻，小美患有痴呆即将死亡，
而小帅在一次偶然下捡到了残骸，他发现了残骸的功能并救活了妻子。白鸽劝小帅交出残骸，因为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残骸的力量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一场灾难。两人互不相让，小帅急了，威胁白鸽，要是不放人，自己就离开这里，让他们去死。挂完电话后，小帅要妻子和自己离开，但妻子却叫停了他，还劝说他交出残骸，因为他已经活得够久了，和丈夫度过了一生已经非常满足。人生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自己已经活得很精彩了。最终，小帅答应了妻子，他将残骸放在地上，然后打电话通知了白鸽。紧接着，两人十指相扣离开了人间。白鸽也顺利拿到了残骸，可还没等他缓口气，又一起超自然事件发生。女人正在疯狂逃命，还不时回头查看，但奇怪的是，她身后根本没人。慌不择路下，女人闯入一个工厂，看到前方的工人，她激动地上前大声求救。可当她走近后，看见地上一具和自己同样穿着的尸体时，她心里瞬间万匹草泥马跑过。看来自己这是送菜上门了。果然，工人小胖看见女人后，立马关上了门，然后立刻呼叫同伴围堵她。女人转身想从刚才进来的地方逃离，可到了入口才发现这里已经被小胖同伙堵住了。无奈她只能转身再次进入工厂。她将自己藏在裹尸袋中，大气都不敢喘，疯狂祈祷男人不要发现自己。可下一秒，男人还是看出了她的伎俩，拉开拉链就要去抓她。女人当即激烈反抗了起来。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女人竟直接从男人身体中钻了过去，而裹尸袋却留在了男人身体内。男人瞬间双眼充血，他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死了。同伙小胖见此吓坏了，只能任由女人离去。事后他惊恐地给上级汇报，原来这里是专门研究外星残骸作用于人体的秘密组织，但其实他们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了。上司要白鸽和黑妹捣毁该组织，并且救出里面无辜的人。两人于是立刻前往。行驶到一半时，道路上一个女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他们一大跳。但是当他们下车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白鸽认为女人不是幻觉，肯定就在附近。这时他发现水潭里的水竟在不停震动，但现在并没有刮风。白鸽仿佛明白了什么，他抓起一把土就往前撒去。诡异一幕发生了，空气中竟慢慢浮现出一个女人。女人非常害怕，她以为眼前的人也是来抓她。善良的黑妹赶紧安慰女孩。两人发现女孩被植入了外星残骸，这才导致她有种种特殊能力。派人将女孩保护起来后，两人继续朝神秘组织进发。而距离目标越近，周围的辐射水平也越高。终于，两人发现了秘密组织的入口。一行人悄悄闯了进去，在这里他们解救了许多像女人一样的实验体。随后，在一个房间，他们发现一个悬浮球体。神秘组织究竟想干什么？而这时，实验人员也终于察觉到异常，看见黑妹他们就想去按报警器，然而却被人一枪干掉。而枪声也惊醒了组织人，随即双方开始激烈交火。可没想到的是，慌乱中，黑妹在一个角落里竟发现了自己父亲。她不明白父亲明明已经死了，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两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晚上，黑妹父亲向两人说了所有真相。原来他是被神秘组织从墓里挖出来的，在赋予了他一片外星残骸后，自己再次活了过来。因为神秘组织需要他在物理上研究，去找一块终极残骸，而这片残骸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可没等黑妹和父亲团聚2天，又一起超自然现象发生了。男生为了救自己妹妹，奋力从陡坡冲下，一个猛子扎进了海水中，可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但男生还是拼命地往下游。这时水下出现一大块神秘金属，男孩熟练地游了进去，然后一动不动，眼看就要憋死时，一道白光闪过，紧接着他居然又回到了家中。他开始大声呼唤自己妹妹，可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大声说自己是他的弟弟，家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妹妹。男生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崩溃痛哭。没有办法的他叫来了联邦探员，可还没等探员白鸽和黑妹自我介绍，男生小帅就说出了两人的名字。白鸽和黑妹都很诧异，而令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原来小帅和妹妹在潜水时无意发现了一块可以穿越时空的外星残骸，两人穿越了很多次，但在有次穿越之后，妹妹却不见了。家里莫名其妙多出个不认识的亲弟弟，现在他找两人来，就是要他们帮自己找到妹妹。白鸽认为小帅在扯淡，可小帅却说这句话自己前几次穿越时就听过。见两人不信，他开始继续说后面会发生的事。You see, every time you come here, you get my story. We call your father George. He's in Oregon. It's doubtful we'll figure this out. It's time I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见此情况，两人有点懵逼。黑妹无奈只能打电话询问父亲老黑。老黑听到小帅的描述后，当即劝小帅不要再进行穿越了，因为这样会造成各个平行宇宙崩溃。但小帅现在只想找到妹妹小美。他趁白鸽和黑妹谈话时，再次跳进深海，进行了时空穿越。等白鸽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时间又回到白鸽前往小帅家的路上，但不同的是，白鸽搭档已经变了。两人来到小帅家，当小帅看见白鸽身边陌生的搭档时，他毫不犹豫再次跳进深海。而因为小帅的不断穿越，不同的平行宇宙里，白鸽的搭档也在不断的改变。在更换了几十次后，他终于穿越回了白鸽和黑妹搭档的时空，但他的妹妹依旧没有回来。小帅决定继续穿越，可这次白鸽提前发现了他的动作，也跟着跳进了深海。两人同时进入残骸进行了穿越。时间回
回到2小时前，白鸽这次有了记忆，他愤怒地把小帅铐了起来。You did not do what George said to do. 由于小帅的不断穿越，时空开始产生裂缝。当前时空里的白鸽搭档见此，立刻要派人来取走残骸。My partner, I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 name is. 紧接着，白鸽利用权限得到了黑妹电话，可这个时空的黑妹是个接线员，而且父亲老黑也早就过世了。没有办法，白鸽只能解开小帅，两人再次跳海进行了穿越。可穿越回去后，白鸽发现搭档依旧不是黑妹，他去找到小帅，可没想到这次开门的正是小帅苦苦追寻的妹妹。而现在的时空裂缝已经遍布整个房间，透过裂缝甚至可以看到各个平行世界。而白鸽此时的搭档见此，又要去叫人来处理残骸。妹妹小美一听，于是抢先一步跑了出去，白鸽紧跟其后，但还是晚了。时空再次穿越，这次小美打开门，看到的是黑妹和她在这个时空的搭档，白鸽却穿越到了小帅旁边。经过小美的解释，黑妹相信了她的话，而白鸽在其中一次穿越中，那个时空的黑妹告诉过他解决办法，但还没说完，现实就被重置了。他只得到4个字：双向偏差，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他要黑妹问老黑，可这个世界的老黑也已经死了。没办法，黑妹和小美再次跳海，成功穿越到了有老黑的平行宇宙。黑妹和小美汇合后，给老黑打了电话，终于得知了双向偏差的含义。We both have to jump, bu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it has to end the way it began, so we can get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repair the damage across all realities. 此刻联邦调查小组也即将赶到，等他们带走残骸就来不及了。两人赶紧来到时空裂缝前，让白鸽把手表时间调得和自己一样，2分钟后同时进入残骸，就能回到正确的时空。2个时空的4人同时出门，而时空裂缝已经快要把整个房子吞噬。看来时间快到了，4人进入海底，在同一时刻进入了外星残骸。时空穿越启动，白鸽和黑姐成功了，但他们仿佛也忘记了时空穿越的事。而小帅也成功找回了小美，外星残骸也被联邦调查局带走。可黑妹和白鸽还没休息2天，又有超自然现象发生了。女人趁丈夫孩子熟睡，悄悄开车来到一处荒地，她面无表情的下车，像是丢了魂一般，径直走向山谷深处。而诡异的是，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全都面朝东方，呆呆的站着一动不动。女人慢慢走到自己的位置站好，加入了队伍。调查人员赶到后发现，无论怎么喊叫，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突然，队伍里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几人还没反应过来，所有人竟都开始大笑，整片山谷里都回荡着他们瘆人的笑声。但紧接着，他们又恢复了平静。可突然，他们全都又变得非常惊恐过后，又开始集体悲伤。短短2分钟产生了数十种情绪，很明显是被外星残骸所控制。果不其然，黑妹父亲老黑在前方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外星残骸，这块残骸能控制人类思维，提升人类的精神力量。但现在残骸已经和所有人链接，强行断开，山谷里的人必死无疑。老黑想把他带走，稍加利用就能控制世界上所有人。黑妹疑惑地看着父亲，不知道37度的嘴怎么说出了这么冰冷的话。但有他在这里，父亲是带不走残骸。可老黑却神秘一笑，突然黑妹身边出现3个黑衣人，很快就将黑妹控制住。原来他们都是恐怖组织的人，而父亲竟是他们的头目。他指挥手下关闭残骸，只见眼镜男吃下一枚药物，然后开启了仪器，瞬间一道蓝光闪过，所有人瞬间毙命。几人带走了残骸，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突然前方出现一个诡异的黑影。黑影看见他们后，立刻掉头朝他们追去。车内众人的表情变得凝重，难道自己也被其他人盯上了吗？与此同时，一片荒漠中，马尾辫男人正在打坐，一个光球朝他飞来，但他似乎能和光球进行交流。他带着光球走进了一个山洞。绘图第1季到此结束，个人感觉前5集很有趣，后面剧情有点拉垮，但整体观感还是不错，建议大家去看原片。